大兴机场的最全过夜攻略，从机场快线开始。北京本地司机都说，大兴机场实际上是位于河北廊坊，但当我搜公共交通导航的时候，却诧异地发现，机场专线从起点到终点竟然只需要19分钟。原来这是融合了高铁和地铁技术的市域 D 型车。上来之后，我感觉有点像香港的机场快线和内地的高铁，还是蛮舒适宽敞的。单程票价是35元，但如果买了大兴机场机票的话，可以去航空公司的 APP 看看有没有优惠。我是从东航的 APP 买的机票，单程票是28元。到大兴机场啦！首先，机场内选择过夜的第一个地方是24小时营业的餐饮店，可以注意一下，这些餐饮店是需要过安检以后才能够进入的，还是说在过安检之前就可以进入的？我看到网友有推荐一个是叫做老舍茶馆的店，它是24小时营业的，只要交费就可以在里面休息。它里面还有长椅，就是你可以躺在上面。但是它的问题是，这家店是位于安检区域以外，在这边过夜的话，之后还要再安检进入机场，我觉得会有一点不方便。因为我明天的飞机比较早，是7、8点的，所以我准备先去过安检，再进去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过夜。嗨，我已经过完安检啦。刚刚安检出来之后，我看到一张夜间服务信息图，上面写了在这个机场所有可以过夜的地方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拖到这个视频的最后来看一下信息。我准备按照这个信息图来找一下，在这个机场是有哪些地方可以过夜的。Let's go！这里就是在大兴机场 A11区，我发现这种沙发躺椅其实也是能够过夜休息的。如果早点来，可以占据这个有利地位。我对面的这个位置以及我这个位置的隔壁都是已经有人占用，他们是要在这里过夜的。我感觉这个沙发很软在这边躺着过夜应该还蛮舒服的。包括 A11的这个位置，我觉得也是能够过夜的。刚刚问了下打扫的阿姨，确认了一下 ，A11的休息区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地方。这个就是网上备受好评的美珍香的芝士肉干吐司。我刚路过这家店，没忍住进来先点了一下这个试试看。吐司的表面烤得焦脆。里面的芝士在拉丝，肉干的量很足。晚饭原来是要吃1人食火锅的，而且网友说美珍香的量不大，是2片吐司，但是我吃完之后觉得火锅吃不下了。A105区域的这一排按摩椅，我感觉也很适合过夜，而且现在都没有人。我也不确定这个区域没有人，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发现，还是说在这里，使用这个按摩椅是需要付费的？但是我在这边躺了大概有3、4分钟吧，没有工作人员来要求我付费使用这个按摩椅，就这样子躺着，我觉得也还行，挺舒服的。这是 B36登机口旁边的一块休闲区，就是观景区。这里的椅子也是可以过夜的。我感觉跟其他地方比起来，这里会更加安静一些。但是这个椅子我会稍微硬一点，就不像那种沙发椅或者按摩椅一样是软的。
116都是 B36观景区的椅子，也是可以用来过夜的。在 B36附近，我还看到了这个睡眠舱，看看是怎么样的。这个睡眠舱你是需要在这里扫码开启付费才能睡觉的，也是要333块钱一个晚上，休息半个小时的话是35块钱。这个地方它虽然安静，毕竟也是在登机口附近，所以我感觉就算在这个睡眠舱里面，也是有可能会被登机口播报的登机信息吵到的，然后也要300多块钱，有点贵，我感觉。我从网上搬了些睡眠舱里的照片，这里都是 B36登机口附近休息的人，我感觉人还是蛮多的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转发哦，谢谢。这是 C55登机口附近的过夜区。这里竟然还有一个静音办公舱，真的是打工牛马的天堂了。去感受一下，我现在在静音办公舱里面，我都感觉我能听到自己的回音，隔音效果真的好好，飞机场的声音是一点都听不到的。这边只有一张桌子，没有椅子，还有这些充电的插头以及开关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，这是我在静音办公舱外面说话的声音。现在这个是我在静音办公舱里面说话的声音，我感觉它因为隔音效果很好，声音确实是不太一样的。在里面能明显感觉到会稍微有一点点闷，没有外面的空气好。我感觉相对于户外来说，大兴机场已经很热了，我就穿成这个样子，把外套脱了，在大兴机场里面走着拍摄，我感觉我都快要出汗了。在这个静音办公室里面，我觉得比大兴机场里面还要热，就这里面会有一点点闷闷的。这边是有开关来控制针和通风的，但是我刚刚试了一下，更加这个通风是已经是开着的了，但还是会有一点闷。这一片区域这一整排桌子也都是打工人的工位，你可以在这边办公，包括充电啊、用电脑啊都可以。这一片休息区是 C40登机口附近的休息区，这边都是被称为观景区，我怀疑观的就是这个植物的景。同样的，观景区这边都有插头可以充电，就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了。包括在观景休息区的后背也有这些植物，它这边写着请勿触摸，所以我怀疑这些植物有可能是真的耶。观景休息区周围很近的地方就有冷水和热水。我而言，我觉得大兴机场最直观的不同，其中有一点就是地铁一出来就是机场了。不像我之前去浦东机场或者是别的机场，你出了地铁之后，你可能还要步行一段距离之后才能进这个机场。但是大兴机场它这边是机场快线，你一出站就是指导你如何去值机或者是直接过安检，就很快，中间没有一段需要再走的路程，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另外一个的话，针对国内航班，如果你是第2天的飞机，大兴机场它这边还有一个过夜服务，你可以前一晚来到机场过完安检，
你也可以去机场里面的这种即时休息室去休息。第二天一早你一起来就可以直接到登机口去登机，就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人性化。也就是因为它大兴机场有这个服务，所以我才敢选明天早上7、8点的飞机回上海。现在是晚上9点多了，整个机场灯火通明，机场里面有很多人，外面的车子，包括工作人员也都还在忙碌。我刚才还看到其中有一个过夜区，甚至有人打了地铺，就直接自己带了装备过来，装备非常的齐全，我觉得这个也不错，就确保肯定会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睡觉。如果自己带了装备的话，就不用担心休息区如果人满了怎么办，肯定可以自己丰衣足食，有一个地方让自己过夜，也很不错啊。刚刚我在安检的时候看到他在墙上贴了一张纸，说如果您离登机时间还差10分钟，还是还差15分钟吧，请您联系我们。那我想说，如果你在登机前15分钟或者10分钟到大兴机场，是不是也可以走专门的紧急通道快速登机啊？我觉得这也为一些拖延患者带来了一些便利吧。希望你们永远都用不到，但是如果你们以后真的碰到了特殊情况，可以考虑一下，问问看工作人员有没有紧急通道可以让你快速的登机。小孩子们应该会很喜欢这种推车吧。等飞机的时候还可以在这里唱 K。这是在第63登机口的休息区。这是在第110到第115登机口附近的按摩椅休息区。我的过夜选择：如气即时休息区。它这里有单人舱、双人舱、双人休闲舱和观影休息室。我选的是单人舱，费用是1个晚上213元。每个房间都好像是一个小小的休息舱。如果休息舱的窗户没有关上，而且里面的灯没有开的话，说明这个房间还没有人入住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就请点赞订阅吧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这里的窗户和帘子是可以拉下来的。成功入住。原来叫外卖点一杯饮料，结果现在已经10点多，人家下班啦，不干啦。我还是多喝点水吧。这里是公共卫生间，还挺干净的，还提供一次性的洗漱用品、沐浴露、洗发水、牙刷、牙膏和梳子都有。淋浴间设置的也不错，这里是洗澡的地方。关上门的隔间是用来放衣物的。在最外面还有一道门，一共有6个淋浴室。我使用的时候没有碰上需要排队的情况，还挺空的。而且我用的那个淋浴室，我感觉之前没人用过，或者说是已经有人用过，但都打扫干净了，体验感不错。这里竟然还有化妆、美容的地方。大兴机场不愧是你。早啊！
早上登机的时候，发现在第61登机口附近也有一片可以休息的区域。Hello， 因为今天早上醒得比较早，所以没有化妆，还请大家多担待。早餐的话，我原来想吃这边一家叫做洋洋中国饭的烧麦，网友评价都说很好吃，但是我发现我从休息处退房的时候已经6点40多了，我的飞机起飞时间是在7点25，我的登机口离卖烧麦的那家早餐店有点距离，所以就放弃掉了。在我这边附近有一家庆丰包子铺，但是它得4个起卖，也不知道那个包子有多大，我担心吃不完也没买，最后选择去星巴克买了一块蛋糕吃。今天早上想吃的早饭烧麦没吃上，昨天晚上想吃的晚饭1人份的小火锅也没吃上，因为昨晚吃完那个吐司实在是太顶饱了。昨天晚上原来想点那个果汁，但是因为过了时间就没点上，还是有点小遗憾吧。不过就当省钱了，这样子想来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关于昨天晚上住在计费休息室，我觉得那里肯定是整个大兴机场最安静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它可能隔音没有特别好。来这边过夜的很多人都是早班机嘛，就你能够听到隔壁房间关门的声音。我今天早上4点多就被弄醒了，因为隔壁有人关了门，他可能要去赶早班机。但是在休息室前台是可以领免费耳塞的，我是整晚上没有用免费耳塞，被弄醒之后也就马上又睡过去了。有点小温暖的是，休息舱里有一块玻璃，你可以往下移，另外还有帘子往下拉的。我一开始的话只是把玻璃移了一小部分，就别人的手是可以伸进玻璃的。然后我是想着先透透气，等到晚上睡觉了再关上。隔壁的一个陌生小姐姐就好心提醒我，跟我说那个玻璃是没有完全关上的。就这种旅途中陌生人的善意，会让我觉得还蛮温暖的。早上的天空好好看，迎着彩霞登机啦！北京，下次见。